多诱人的气味啊！就让本大王好好享用吧。穿越而来16年，父母双亡，自小流浪，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了。你这妖怪，你是要吃我还是睡我？啊，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那就先睡再吃。早知道14岁那年就从了村头王寡妇了。就你这2两烂肉，还想睡谁？小子被吓傻了。比村头王寡妇还大。牙口不错，我要上家，听我劝，别到处乱跑了，趁着年轻快找个富家小姐嫁了吧。我不是乱跑，我是要去拜师求道。他们说一路向北有仙门开山收徒。放着好好的软饭不吃，想不开修什么相？行吧，相遇就是有缘，我也要向北去，就带你一程。多谢仙子救命之恩，晚秋永生难忘。小事，以后如果发达了，借我个110万灵石就好。青云仙门，周焕清，有缘再见。九州何其大，这一别，不知道此生还能否再见了。这位朋友，我没带吃食，能否行个方便？白吃的没有，不过小溪里有鱼，抓来我可以帮你烤。没想到婉兄还有这样的遭遇，在下陈千帆，京城人士。真巧，我听说京城有个陈家大少陈千帆，花天酒地，无恶不作，15岁就酒色过度，把自己搞得半身不遂。你和他同名啊？我就是陈家长子陈千帆。还有，虽然去过几次青楼，但是我还是元阳之身。这鱼长得可真像鱼啊！千帆，好名字啊！令尊是希望你历经千帆，初心不改吧？这名字是我爷爷起的。我出生时合欢宗在搞千帆月，我爷爷坐在花船随口给我起的。陈兄能吃辣子吗？这辣子可是我从百年老店偷学来的，尝尝。不好意思，婉兄，我有治病，吃不得辣。没想到拜入仙门第一步就有如此磨难，修仙果然不是什么易事啊！婉兄，不是你说什么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沿途的风景，然后带着我专走小路吗？乞丐也敢来收徒大典，还真以为自己能有仙运不成？公共场合随意吐痰，罚款5两纹银。我尼玛！少爷，这2位恐怕是仙门修士，让老夫来。我知道了，你们这些大能就是喜欢人前显圣，是我家少爷失礼了，我们愿交罚金。2位仙长可是青云仙门的前辈，我家少爷刚才只是猴急复发，可没有半点小瞧仙门的意思。不是，那就是其他仙门的仙长了。老夫是礼部尚书家的管事，说不定我们在京城还见过的。我们也是来参加收徒大典的。2位小兄弟，既然你们也是来拜师的，那你们收什么罚款呢？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慢着，你们看看我是谁？我操！你是采花大盗3条腿。现在认出本少了吧？是精于易容的采花大盗3条腿。李狗，你威风啊！你比本少爷我都威风。这不陈少吗？我眼拙，刚才没认出您老啊。晦气，您老不是离家出走了吗？怎么来青云仙门了？你能来，我不能来。本少从不占人便宜，那10两金子算你的孝敬。本少也给你个好东西。不了，收不得。客气什么？大家都哥们。这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虎骨膏，你拿回去7碗水煎成1碗，口服1天3次，能提升你的灵根。记住，口服。你给那家伙啥了？你让我捡的老虎屎。这礼部尚书的儿子也没见过啥世面啊，给点老虎屎还这么高兴。陈兄，我有疑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京城陈家号称天下第一世家，那你为什么还来青云仙门求道？不瞒婉兄，其实我是因为一桩婚事离家出走的。婉兄你也知道，世家传承依赖血脉，虽然强大的修士繁衍不易，可只要生出来的孩子个个天资不凡。所以像我这样的嫡子，为了家族传承，要么自身要足够强大，要么就要找一个强大的伴侣才行。前些日子家里说给我谈了桩婚事，我属虎，对方也属虎，就是比我大了一点。大多少？1轮？大我320轮。这婚事要成了，陈千帆不得位列仙班啊！小李怎么几天没见，瘦这么多啊？老腿，不对，老陈，你猛说自己在京城怎么吃得开，看来也不行啊。胡说，那小子就是虚不受，现在不方便开口罢了。你去京城打听打听，本少在京城那是拳打国子监100岁老学究，脚踩6部9经未成年官2代，8岁以下80以上的达官贵胄，谁听见我陈千帆的名号不抖3抖？我觉得还是你3条腿的威名更让人抖3抖。青云仙门收徒大典开始。那个是甘家的人，我在他太爷爷头上拉过大的。怎么放眼望去，来的那些世家弟子9成都和陈千帆有仇啊？这是宁家的宁柔宇，听说也是逃婚出来的。他家宁家是青州第一世家，在京城的16岁美人榜中，他排第1。16岁美人榜，意思还有17岁美人榜，你这榜单正经吗？当然正经，这是天机阁为了扩展生意搞出来的，榜单越多，赚钱越多。姓名：丽丽，
籍贯青州京城，年龄16，为何来青云仙门拜师？求道寻仙，可曾犯过法？从未犯过法，可曾做过亏心事？并未。那是问心剑，只要说出违背本心的话，就会有反应。你一会注意点，有啥说啥。有过一次，我说了谎，咒过人。仔细说。3个月前，京城有个人离家出走，我和那人有仇，就对朋友说那人是死了，我还找人给弄个灵堂，摆上棺木，办了7天白事。舅舅托事。不对啊，3个月前离家出走，那不就我吗？这小兔崽子。老腿有问心剑在，你是采花大盗3条腿的事，怕是瞒不住了。说真的，你这京城恶少，上欺老人，下殴幼小的，你过得了关吗？问心剑只问诚心，我陈千帆一生无愧于人，自是不怕。我先。姓名晚秋，籍贯青州天户城黄土县楚家村村口向南第7间房左转，年龄16岁2个月07天又10个时辰。为何来青云仙门拜师？为了守住我的元阳。那一年我18，他也18，可是他却说我不是元阳之身，固守难得，把我一人抛下。师弟，你不是合欢宗去多了，渗水亏损，所以才没师姐师妹愿意理你吗？孽畜信口开河，今日留你不得。老腿加油啊！姓名3条腿。我操！不是陈千帆，我叫陈千帆。都怪晚秋天天喊老腿，把我喊的都嘴瓢了。籍贯秦州京城陈府，进门左转过7个院子，右转再过有12亿灵石的灵石库，再左转过陈家渡洁净老祖们的闭关地，前进过陈家万亩的私人药田。秦州京城，年龄16岁1个月08天又3个时辰2刻钟。为何来青云仙门拜师？为了守护我的元阳。老腿，你真就这么问心无愧？你再喊老腿，我就跟你绝交。我出门的时候从家里拿了点东西，问心剑对我没用。老陈，如果我灵根不过关，把你作弊的事举报上去，你说青云仙门能破格收了我不？兄弟和你心连心，你和兄弟玩脑筋。姓名宁柔雨，籍贯说简单点就行。青州宁家，年龄16，为何来青云仙门拜师？为了守护逃婚，青州只有青云仙门能挡住我家里人。一连3个逃婚的，没想到现在外界小年轻们婚姻压力这么大，要不回去就和师姐提亲吧。到底是仙门气度，心性不过关的连测灵根的机会都不给你。别担心了，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遇见老邱你这么对胃口的朋友。如果你没灵根，就去我陈家，保你一世富贵，老了我们还能喝上几杯。若求仙无望，也不过是做了场梦罢了。那时候我就回去跑我的商队。只希望天道垂怜，不要让这样有趣的人遗憾一生吧。不对啊，老腿，你怎么一点不紧张？你知道自己有灵根？当然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比单灵根还厉害的灵根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进仙门，等哥们混好了，以后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李李，双属性灵根，火中草木。青云道有好福气，第一个就是双属性灵根，此子日后可是个炼丹的好材料。算不得什么，只盼的能有一个单属性灵根的天骄来拜，毕竟大事将要来临，老夫也希望我青云仙门能多些人才啊。宁柔雨，水灵根。单属性灵根啊，这样的天骄几十年难得一见。水灵根，那就是您家大小姐吗？炼异灵根，我去，不愧是青州色魔3条腿，竟然是传说中的炼灵根。炼灵根竟然是传说中的炼灵根，这是什么灵根？听起来和脸有关，是不是能易容啊？不对，可能是脸皮异于常人的厚，说不定天劫都打不穿。嚯，这蚂蚁可真蚂蚁！智灵根，老子是智灵根，明明是万众瞩目的时候，晚秋个王八蛋居然坏我好事。没想到3条腿竟然是智灵根，这下九州少男少女危险了。我不是3条腿，我是陈千帆，记住我是。老陈，别生气啊，这里也有我的一番苦心啊。给我一个饶你狗命的理由。你看，我们虽然相处时日不久，但是志同道合，一日如三秋。我恨不得立刻和你烧黄纸、斩鸡头，结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可你是智灵根，未来注定是九州翘楚，而我却是一个有没有灵根都不知道的凡人。说不定今日之后，你我就先凡有别，此生难见。我刚才这一声吼，不是为了坏你装逼，只是希望能让我这个人深刻的留在你的心中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日，当你成就仙尊的那一日，你还能记起有一个曾陪你翻山越岭、吃烤鱼、躲马蜂的兄弟，我晚秋这辈子就值了。三师弟，其实当年偷偷往你丹药里放泻药的人就是我，那时我嫉妒你，怕你终有一天超过我。没事的，二师兄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我每次拉的虚脱，二嫂都会来照顾我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敢不敢给我比划比划？那么实话呢？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，但是兄弟的成功更令人揪心。让你装成这逼，我是什么灵根，今晚都睡不着了。陈千帆，智灵根。老邱，你一定要有灵根啊！我就在这等着你进来喊我师兄的那天啊！道祖保佑，三清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上帝保佑，喀秋莎保佑，三上老师保佑。剑灵根又是一个变异灵根，青云老鬼，你是不是做邪法？你们青云仙门怎么来了这么多天骄啊？不好！青云门众人开护山大阵，
万象真菌，你们万象宗同为仙门，听说这届弟子就一个丹灵根，你不行啊！快看看我们青云一脉的3个宝贝徒儿。六德掌门，你们六德书院也是仙门，上次收到丹灵根弟子是130年前了吧？要不我借一个丹灵根给你们充充门面。七指道人，呵，剑宗掌门，看看我青云仙门的剑灵根啊！你们剑宗有没有这样的剑灵根啊？招个剑灵根入门，简直是清静又松松啊！能不能把嘴闭上？操！考核搬到内门，快把我的宝贝们搬到内门去！护山大阵来点作用啊！护山大阵，至灵根修仙百亿无所不精，此子何该入我气风？修仙百亿丹为仙，至灵根当然是我丹风最合适了。胡说，单解2道有没有至灵根有什么差别？3条腿当然该是我阵风的弟子。看到哥们多受欢迎没？这可都是青云仙门的长老。诸位长老别争了，快去救掌门吧。救什么？掌门死了，正好我上位。我们还是说说这至灵根归谁？什么你上位？我是大长老，肯定是我上位啊！掌门之位，至灵根都该归我阵风。青云仙门真是正道吧？肯定正道。青云仙门和我们陈家一样，那是正儿八经的正道翘楚，先秦皇朝认证的。老裘，你这剑上面怎么还有一双眼睛啊？我去，这小子有灵谋啊！可惜是个剑灵根。是啊，丹灵根好剑，灵谋难得，可惜是个剑灵根。老裘，你有福了！我在家里听说过，九州除你之外，唯一的剑灵根修士就是青云仙门的六长老，你估计会被送去给六长老当徒弟。对了，那位六长老的外号叫九州之害，你品，你细细的品。其实我觉得青云仙门可能不适合我，请问一下转学剑宗的手续怎么办？姐，小秋啊，进了青云仙门，大家就是一家人了，说什么走呢？还能活着回来，老八功夫见长啊！我就说老八一个人对付外面那些人游刃有余，根本不用去救。你们不救，倒是把护山大阵给我打开啊！剑宗那7只老鬼一下子掏了12把仙剑砍过来，好家伙！开护山大阵不要零食啊！我是青云仙门的7长老，掌管水云峰，你可愿意拜我为师？七师妹既然喜欢这女娃，那就辛苦七师妹了。外界传言，青云仙门最不能招惹的就是7长老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既然七师妹选择了您家女娃，晚秋送去老六峰，那不如我们战一场，胜者得至灵根，如何？不对啊，这小子不是灵谋，是仙眼啊！刚才陈少听见你有仙眼后，就突然这样了。抠了，快把他眼镜抠了！而且这双仙眼中有苍茫之感，似有河水流动，恐怕能看见最为神秘的光阴长河，是咒道仙眼。四方上下位之意，古往今来谓之咒。若是咒道仙眼，怕是晚秋小子以后能观古望今，预知未来啊！这小子还有特殊体质呢，只是被高人封印了，好高明的手法。其实我觉得剑灵根也不一定要送去六师姐呢，老夫也是略懂剑道啊。瞒了师兄弟们这么久，其实剑道只是我的兴趣爱好，剑修才是我的真实身份。老匹夫想抢我爱徒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别装逼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师兄们不是答应过六师姐，如果有剑灵根入门，一定送去给她做弟子的吗？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们是答应给六师妹一个剑灵根，但是没答应给她一双仙眼。不如这样，我只要脑袋，身子归六师妹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要她的体质，我是先天道体，最擅长开发体质了。这青云仙门果然是魔道。二师兄你我平，既然你他娘的，掌门叫你开大阵你不开，现在知道开了，你这大师兄不要也罢。这是我的水云峰，你是六师姐的弟子，以后可以多来玩。那是大师兄的阵风，大师兄脑子不好，别去。那是二师兄的气风，气风的人脑子都不好，别去。还有三师兄的丹风，丹风连养的妖兽脑子都有问题，别去。最中间的是八师弟的青云峰，青云峰的人脑子都不好，我不去。这可是仙门的垃圾池，没想到青云仙门如此环保，让人钦佩。六师姐，今年收徒大典有一位剑灵根，这里不会就是老六峰吧？那我就先走了，小秋以后多来我们水云峰走动呀。前辈，周前辈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周师姐，我们速速逃去水云峰，再晚怕是来不及了。水云峰，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水云峰？周师姐没听过老六峰六长老外号九州之害，一顿饭不知道吃几个小孩呢。我就是第六峰长老周焕清，你觉得我要吃几个小孩呢？原来我还没睡醒，是在做梦啊。古德一复宁，还有九州之害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好徒儿。这些话都是我兄弟陈千帆说的，我当场就反驳了他。我说六长老，我都不用去看，光猜都能知道是位柔情似水、美若天仙的存在。结果这小子还不信，仗着长老们宠爱大放厥词，可恨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否则必让他血溅当场。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，既然入了我第六峰，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。那我想转学去水云峰，不是因为师姐多，是我单纯喜欢那里的学习氛围。
可以，不过水云峰只收你弟子，我这里有阴阳转身秘法，或者你嫌麻烦，我也可以帮你快刀斩断吗？那我想转学去剑宗呢。这么想转学，我倒是有条门路，把你转去合欢宗可好？你的灵根天眼，少说能卖合欢宗10年的收入吧。自己只有堪称先天软饭圣体的绝世容颜，无敌于天下的功法之首剑灵根，还有神秘莫测可预知未来的咒道仙眼，这样的资质去了合欢宗最多被奉为圣子，每日和各种御姐萝莉花天酒地，在双修三修多修中无敌于世间，这样枯燥而单调的生活实在乏味啊。是现在出发吗？明早出发吧，不过我提醒你一下，我的阴阳转身秘法就是从合欢宗偷来的，以你的资质去了，一定能马上当上合欢圣女。好男儿顶天立地，我要凭手中剑走出自己的道路，岂能沉溺温柔乡中？原本接下来还有一套复杂繁琐的拜师礼，但是咱都不是什么尊师重道的好人，所以一切从简，你给我颗3的响头就行了。为师一生清贫，是灵石如粪土，不过你是为师第一个徒弟，为师就赐你3件宝物。嚯，价值足有5枚灵石的服饰剑诀炼气篇，所以这烂大街的玩意就是师傅你的宝贝。功法不在高深，而在好用，这本剑诀可是为师精心为你挑选的。你往后看，往后看就知道厉害了。你丫是偷来的。青云剑售价10枚灵石。师尊，我觉得您老的良心才是真正的宝贝。还有这剑为什么一直在震动？都怪二师兄那傻缺，研究了个什么防盗锁，不是从正规渠道买来的武器都会一直震动，让人无法正常使用。不过你是剑灵根肯定能用，为师用的也是这个。所以你这剑还是偷来的？这个是真宝贝，为师跟你保证，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价值上亿灵石。一张张欠条，少的几万灵石，多的千万灵石不等。来吧，你阉了我，阉完我去水云峰当女弟子去。这老六峰，我是1秒也待不下去了。别急，只是暂时放在你那。欠人钱财，为师心里也很痛。为师把这些欠条给你，是为了让为师的内心可以得到些许安宁。当然，你要是愿意替为师还几张，那就更好了。其实为师给你这些欠条也是在保护你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欠钱少了你是他孙子，欠钱多了他就是你孙子。这是真的。当年为师被困在秘境之中，九州第一商会貔貅商会派出了5位合体真君，1位渡劫大能来救我，否则我死秘境里。他们貔貅商会得有6个分会长因为要不到债下台。遇到敌人，你撕开一张，立时就有为师的债主前来救你。好了，小孩子该睡觉了。我操！你是剑灵根，天生就是万剑至尊，这些剑怎么会伤你呢？这就是你现在的修行了。这也是你偷的。造型挺别致啊，老邱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灵根吗？造型好别致啊！不光如此，听说他还有仙眼在身，这样的打扮必有深意。或许我也弄个母鹤，那就是那黑烟拳不好弄啊。怎么不好弄？我给你一抛拳就有了。老邱啊，我昨天做了个梦，梦到你是剑灵根，还有仙眼和特殊体质，给我吓得醒来一身冷汗。那不是梦，我就是剑灵根加仙眼加特殊体质。你放心，以后兄弟罩你，有哥们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我有咒道仙眼，但是陈千帆的红颜恐不在我之下。不愧是我认定的对手，找个机会忽悠他去合欢宗学一下阴阳转身秘法。师弟师妹入殿拜见先祖。这是杨春雪师姐合体修为。那杨春雪师姐是不是有个弟弟叫杨春面？一把细面，半碗高汤，5钱猪油，一勺京城老陈家的酱油，再烫上2颗挺刮脆爽的小白菜，一吃一个不滋生。老陈，这里说仙路断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10万年前就断了，那之后再也没人能成仙了。可是我听修士口中都是仙路的，不能成仙哪来的仙路？总要有个念想嘛。而且不成仙人未必弱于仙人。老邱，你可知道青云仙门为何是仙门？因为仙门都留有仙人手段，而且是哪怕有真仙将士都不惧的手段。如果没有仙人手段，就算门内有再多渡劫大能，也不过是超品宗门。新入门的都来齐了，那本座简单讲2句。掌门说得好，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也简单说几句。你拜入哪一封了？单阵符箓我都想学，几位长老最后一商量，让我轮着几封慢慢学，不用拜亲传师尊。等一下，你不拜亲传师尊，那你就是内门弟子了。小陈啊，我昨日已拜6长老为亲传师尊，你见了我要喊师兄知道吗？好看吧？你没有吧？陈师弟、婉师弟、宁师妹，你们3个等一下。首席师姐，不敢当2位师弟这声首席，2位师弟还是叫我杨春面吧。叫你侮辱我最尊敬的首席师姐。你这是什么玩意？价值上亿灵石的无上秘宝。自从初见面，这2人就不着正形。虽然不想，但作为同时入门的天骄，我未来一定会长时间和晚秋、陈千帆比较，甚至在外界提起青云仙门这些天骄时，自己的名字大概率会和他们一起出现。有些后悔拜入青云仙门了。
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同时有3位绝顶天骄入门，在青云仙门历史上都未有过。所以师尊说了，你们3人可以再出1位首席弟子，让其他宗门见识一下我青云天骄的实力。考核从现在就开始，所以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给师弟师妹们做好表率，知道了吗？首席师姐，请问首席弟子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席弟子为同长老，能参与仙门事务，丹药功法等也是不限量供应。总之好处多多，等你们当上了就知道了。那首席弟子能换亲传师尊吗？六师叔虽然平日洒脱不羁，不喜欢按规矩行事，但也没到这种程度吧？师姐做了首席弟子，仙门包婚配不？做了几百年首席弟子，上面是几位不靠谱的长老掌门，下面是一群被长老们带的精神状态不太正常的师弟师妹。饶是见识如此之广，却也没遇见过晚秋陈千帆这样的对手。等你们当上首席就知道了。你少和他们2个玩。还合体真君呢？这点问题都答不上来。老陈，没想到我们随便说句小话都能落在师姐耳中。看来我们以后一定要小心一些。没错，我们一定要研究出能瞒过合体真君说小话的传音法宝，这样以后就不会被抓了。好，等我引气入体了，就去气风学艺。感觉自己的智力被侮辱了。怎么说？去我第6峰玩会啊？行啊，我就不去了。没事，等过段时间我去水云峰找你玩。男弟子不是进不去水云峰吗？七长老昨天说了让我去玩啊，不信你问宁师妹。那我呢？宁师妹我能去不？七长老是颜控，所以水云峰的师姐们个顶个的是绝世美人，加上水云峰没有男弟子，师姐们穿着清凉。你不行，师尊说了，男弟子擅闯水云峰，先打断1条腿。没事，你是3条腿，断1条又如何？谁人擅闯进？杨师姐，陈师弟闯下的大祸，我亲眼所见，维护宗门秩序，举报师弟行为不检，是我等亲传应该做的。啊，六叔，大侄子，这里是青云仙门。陈家陈花海，想必阁下便是春雪仙子吧？失礼了。不是，六叔你咋来了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了。正在合欢宗消遣呢，突然就感受到一股因果之力。应该是此物把道友招来的，金钱往来自然算是因果，只是凡人无法察觉，修士留下的欠条因果更重，随意损毁篡改都会引起对方注意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我错怪陈师弟了。你丫刚才跑挺快啊，还给我整上举报有功这套了。不要胡说，我是先保全自身，以图将来。如果我们都被抓进去了，谁救你呢？是我错怪晚兄了，六叔教他。开玩笑，合体真君就在一旁看着，就是本体来了，我一个小小化神期，在青云仙门削人家亲传弟子。这位就是身怀剑灵根的晚秋小友了吧？我这大侄在京城鼻孔朝天的，多谢你和他做朋友。不敢不敢。陈千帆是从哪个孤儿院出来的吗？来的突然，也没带什么礼物，下次见面我必好好招待晚秋小友。陈叔叔客气了，是我们打扰了陈叔叔，下次该我赔罪的。年代久远，我都记不清了。不过晚小友是周仙子的弟子，干脆这张欠条作废，这1万灵石就当做我给晚小友的见面礼了。打扰到陈叔叔清修，本就是晚辈的不是，岂能让陈叔叔吃亏？这欠条还能复原吗？恢复倒是也能恢复，我这神念来也是为了协商或修复欠条的。不过晚小友一路这么照顾我家千帆，若是认我这叔叔，就不要再推辞了。六叔不行，这样把这欠条改成老邱欠我1万灵石，他替师还债，我提前收你个红包如何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这不是胡闹吗？转让债主身份容易，但是转让借贷方式需要双方同意的。也就是说，可以不经过师尊同意就把债主换成任何人，只要我这个原债主同意就行。陈叔叔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把债主身份转让给我吧。不行，六叔绝不能这么做。有时间我想办法带你去水云峰逛一逛。一言为定，六叔转，一定要转。晚秋是我挚爱亲朋，手足兄弟，我们明天就结拜了，你现在就转。老六师尊，你就等徒儿，我回去慢慢调教你吧。不过你怎么有这么多六师叔的欠条？我明白了，晚师弟是心疼六师叔，想主动替六师叔减少负担。我就知道六师叔看中的人不会是背叛师道的小人。晚师弟，你就是凡间常说那种明明很喜欢尊敬，表面上还要装作不屑讨厌的人吧？傲娇，那叫傲娇。师姐，我有个问题，拿到这些欠条，我常常会听见耳边有人催债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，这是上古大能开发的一道术法，名为欠债还钱，会不断在欠债人心中升起催债之声。而且为了承担这份因果，不同的欠条材质也是不同的。例如元婴修士欠款1万，大多是用金丹树妖制成的浆纸，这样的欠条，寻常筑基修士都难以打破。这里面1000万灵石的欠条，则是用炼虚境树妖浆纸制成的，化神强者都难伤分毫。而且你能听见这样的声音并不是坏事，这样的声音类似魔音入耳，能扰乱修士心境，但是你能承受的话，反而是对你神识和心境的锻炼。债主俱是和青云关系匪浅的大能前辈，应当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引来的前辈冲着晚秋青云身份也会护其安全。当真是六师叔的一片良苦用心。
等合体期了，一定要锻炼锻炼这位首席师姐。的确如此，我就见过有人这样磨练心境的。哦，就是我六叔，打小在脂粉堆里长大，后来觉得不能沉溺温柔乡，所以常常去合欢宗和各大青楼考验自己的定力。结果呢？结果考验失败，肾亏了，几百年才化神，这辈子怕是废了。六师叔见到通神，与我有半师之意，你回去好好跟六师叔修行，缺什么就来找我。自己竟然因为几句玩笑话，差点错看了一位如此尊师重道的好师弟。罢了，一会去水云峰一趟，告诉宁师妹离陈师弟远些就好，婉师弟还是可以多多接触的。小秋啊，为师肤白胜雪，花容月貌，前凸后翘，腰细腿长，你一个血气男儿对为师有冲动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们仙门是禁止师徒恋的。师尊啊，你如果能抽掉魂魄，把身体炼制成一具肉傀儡，我是勉强能和你的一部分背叛仙门的。为了我高洁有趣的灵魂，你竟然愿意背叛仙门，看来你很懂为师的好啊！我去，好徒儿，你帮我还了1万灵石啊！哎呀，渴了，骑那么久白鹤，腿都酸了。好徒儿，你看你师尊就是个弱女子，剑宗那的铁剑真君成天追战，吓得为师都睡不好，你想想办法呀！好不好嘛，徒儿？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呵，男人，来吧，准你摸1分钟。铁剑真君合体起步，你欠他100万灵石，就让我摸1分钟腿。那你还想干嘛？换个师尊。切，就这啊，小子，换师尊可以，但是我提醒你，换了师尊你可活不了多久的。你还记得你有个被封印了的特殊体质吗？为师告诉你，你被封印的不光是特殊体质，还是个仙体。是你封印了我的仙体。我的仙体是什么？可是有什么副作用？怕了，听好了，你的仙体乃是上古就有，每一个拥有者都会掀起一个腥风血雨的大时代。你的仙体名为炉鼎，也是炉鼎仙体。我可去你的吧！你不信？我信你个鬼！你说我是炉鼎仙体，我看你还是肉傀儡仙体呢。那就让你看看吧。你看，你要不信就去藏书阁，第3层有关于各种仙体的古籍。这是我的6长老令，你凭此才能上第3层。不过记得，炉鼎仙体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居然是真的！老邱，你咋回来了？你还认字啊？陈叔，老陈，我有事先走了。神神秘秘的，又做了什么妖？我看完小友怀中抱的都是关于仙体的古籍。是啊，那小子还有个被封印的神秘体质呢。我要是也有个仙体就好了。现在信了吧？所以我就是个行走的唐僧肉了。往好处想，炉鼎仙体又被称为双修仙体，开发后哪怕是5行灵根都能带制度解期。上古有记载，炉鼎仙体建立王朝，率3000后宫白日飞升的。3000后宫的事好像很耳熟啊。你真正的危险不过是怕被人觊觎罢了，有为师在，自可保住你的元阳。我谢谢你啊。而且炉鼎仙体毕竟是仙体，除了双修，还有重重异能。为师就知道有一尊大能名为赤尊，一生从未双修过，依旧是9州之巅。等一下，所以你笃定我去了合欢宗会被变成合欢圣女，也是因为我的炉鼎仙体？当然，毕竟男修有疲倦期嘛，女修又没有，你再断了月食，天天都能双修。我谢谢你啊。剑灵根、仙眼、仙体，天资太多了，我现在怎么办？从哪个开始？当然是剑灵根了，为师就是剑灵根嘛。原来您老是剑灵根呢，我一直以为您老是脸灵根。现在回去睡觉，记住直接躺下去，等你引气入体了再说下一步。炼之力3段，级别低级。3段，果然是个不成器的废材。那你几段了？3段。那不是和我一样？让你做的探查炼气期细致境界的法宝还挺精确。其实你们这一套9州一直有，他们叫炼气1层至10层，然后还有炼气大圆满。陈叔叔怎么还没走？不知道，说本体没喊他。陈叔，如果小秋你真是我侄儿就好了。对了，小秋定亲没？我们陈家可有不少好姑娘，一句话，陈叔给你安排。晚辈现在实力低微，暂无他想。小秋多想了，在这个年代，你能凭借自身引气入体，还是用剑灵根独有的方式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！谁知道其他弟子就只是喝完引气散，再用10枚灵石补个聚灵阵做进去。陈叔炼气大圆满及半步筑基，那一个门派炼气期去郊游，半步筑基去不去？还有一个门派筑基期开会，喊不喊你半步筑基呢？这是神念思考太多，消耗完了，厉害啊老邱！六叔这神念起码能存在1个月的，被你一个问题问炸了。老陈，我问你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我怎么知道？散会，六叔走了，我也回阵风了。你呢？回去耍剑啊！这次回去我要学一门大神通，让我们筑基再见吧。养你这灵根仙体已经把我继续掏得空空的了，你还要灵石引气呢，活爹！哎呦，早就听说陈家老练成花海肾亏，没想到还没开始呢，他就结束了。
六爷别瞎想，六爷就是累了。我们合欢宗有秘制虎骨膏，最养身体了。六爷来点。假如你是半步筑基，门内现在交友练气一队，筑基一队，你跟哪一队？看来这位陈家六爷不是肾水不足，是脑水不足啊。